朋友们好，欢迎回来。最近关注3个核大国的事了吧？川普、习近平、普京最近碰头碰得这么勤，表面上看着又是鲜花又是掌声，可是越想越不是味儿。川普还没到北京呢，那边就从唇语里读出普京要打仗。川普一走，在飞机上就急着跟日本首相通密电。普京刚在长安街坐下喝口茶，俄罗斯那边核演习的警报直接就拉响了。普京后脚刚离开，习近平就要跑到朝鲜去，这4个动作连着来，这局做得挺紧的。这其实就是3位现在都红眼了。川普在东线玩命加防，普京在西线拼命挑事。至于中共这边，内斗其实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本来4中全会内部都定好了让他下，只是为了平稳过渡，才在台面上保留他的样，打算5中全会正式交班，但他根本不想走。老家伙们越逼他越要掀桌子，真去硬碰硬打台湾他没那胆子。但为了不被拱下台，他正琢磨着在黄海、东海搞场局部摩擦，只要一开打，局势一乱，他就能借着暂时不能换帅的借口强行留任。不过美日韩早就看穿这套路了，高市早苗急匆匆飞首尔，李在明在老家摆私房宴，其实都是在东北亚前线紧急排兵布阵，跟时间赛跑呢。最绝的是什么？这段时间老习的人马被一个接一个的整下马，眼瞅着自己快被整成光杆司令了，他现在心里烦躁的要死，但又使不上劲儿。还没在北京正式开演呢，导火索的第一声响，早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就已经被人给悄悄露出来了。就在4月30日，华盛顿，川普跟到访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站在白宫外边太阳底下合影，当着全世界的镜头，俩老头客客气气的寒暄。可您猜怎么着？事后有国际唇语专家硬是把录像逐帧放大，把川普和查尔斯的私房话给扒了个干净。川普说了2句分量重的能压死人。第1句，老兄，我正跟普京扯皮呢，这主想玩真的，他想要战争。紧接着第2句，我有预感，要是真让他按他说的办，人类得被他抹掉一大半。这话要是单拎出来，像是川普平日里吹牛吓唬人的惊悚修辞，可要是把这事儿和5月中旬的北京连起来看，嘿，对上了。川普在华盛顿刚闻见普京身上的硝烟味儿，半个月后，普京就带着动员6万多人的战略核演习警报，直接闯进了中南海的红毯。200多个导弹发射架子，140架飞机，连萨尔马特、锆石这些平日里吹上天的核打击系统全给拉出来试了个遍。这就是对西方赤裸裸的核讹诈，也是他给自己壮胆的筹码。顶着这么一团核阴影，中俄俩老大在桌子底下到底叨咕了什么？按照俄罗斯内部那个出了名的爆料频道 General SVR 的说法，普京这趟火急火燎的跑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台面上那几张骗老百姓的合同。一关上门，普京直接就跟老习掏了底，哥们儿，乌克兰战场上我快顶不住了，你得拉兄弟一把。据说啊，会谈开始前，俄方就递过去一张能当哈达使的球员清单，可结果呢？等最后俄罗斯政治局拿到中方的详细答复时，直接缩水了一大半，基本上就是要10个给2个，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这还不算完，普京甚至还拉着老习琢磨着怎么把乌克兰的战火引到北约国家去，搞点混合特种作战。最想挑事儿的地方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普京这就是要把北京彻底拉下水，大家一块儿把事情闹大，看谁先死。但这把火他实在太烫手了，北京根本接不得也接不起。这普京是揣着一文不值的战争账单上门要钱，看到这账单，中南海后台那些老家伙们绝对是集体倒退了半步，这浑水咱绝对不趟。所以您看，台面上虽然热闹，又是欢迎仪式，又是教育年，图片展的，但路透社一盆冷水直接就浇了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那条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大管道，对不起，还是没签下来。这可是俄罗斯每年想给自己回血续命的钢铁动脉啊！结果临门一脚，
中方在价格和合同细节上死咬着不松口，逼得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价在市场上应声暴跌。这局势还不明白吗？普京递过来的是一张要命的战争账单，而北京后台那些老家伙们手可黑着呢，冷酷无情的啪的一声，直接把他的钱袋子给按死了。川普这边更绝，在北京刚跟这边闭门谈完，一屁股坐上空军1号，飞机还没飞稳巡航高度呢，他就等不及落地了，直接拿起加密保密电话，一头扎到了东京高市早苗那儿去了。后来高市早苗放出消息说，川普重申美日同盟坚如磐石，并对中国相关的经济与印太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川普还特别要求对部分谈话内容严格保密。这就是刚从北京撤出来，就急着给日本盟友拉响防空警报。电话一挂，日韩2个大管家连夜开始忙活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主，一抹脸直接坐飞机飞到了韩国。最逗的是什么？他这次去韩国直奔韩国总统李在明的老家庆尚北道安东市。李在明也是打破了规矩，在老家摆了一桌极度私密的家宴，这是2人6个月内的第4次会面，更是日韩2国现任领导人首次互访彼此的家乡。这2个国家以前天天吵架，现在大敌当前也顾不上别扭，端着酒杯谈的最硬的骨头，咱们的天然气、原油怎么互换，美日韩的防守链条怎么在东线死死焊在一起，连夜把漏洞给补上。老习在办公室一抬眼，瞅见人家美日韩在东边把网织得密不透风，心里能不急吗？跟这3家硬碰硬搞全面决战，他半点胜算都没有。而且大家平时嚷嚷着要打台湾的东部战区，因为之前的清洗整肃海军实际上早就塌方了，兵无斗志，将无谋略，根本拉不出来。现在就只能把目光投向北方的北方战区。这2天大连、青岛这些地方的海军基地突然拉响了1级战备，他就是想在黄海这一带搞点动静出来。可是他到底想搞多大动静？真要在黄海跟美日韩开战吗？说实话，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看情况决定。但这儿有个最大的谜团，你要在黄海演戏，就必须拉上朝鲜。可朝鲜这鬼地方，穷山恶水，在政治上更是个邪门兄弟。当年赵子阳的教训明摆着，现在家里老家伙们正在清理他的同党呢。你一旦在这个节骨眼离开北京，随时可能被政变。既然这么危险，老习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非去一趟平壤不可？他到底去干什么？咱们把这背后的内斗和博弈一捋，其实答案就出来了。他不是去访问的，他是去给自己买最后一张保命符。老习现在帮不了普京，在家里又被老家伙们逼着退位，这叫坐以待毙。不甘心就此完蛋的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拉着金正恩在黄海演一出假戏真做的军事冲突，好转移矛盾。可为什么非要肉身跑去平壤谈？打个加密电话不行吗？真不行，因为现在北京的墙角早就漏成筛子了。川普贴着查尔斯耳朵说的私房话，5分钟后全世界都知道了。普京还没到北京，华盛顿就把他的球员清单摸得一清二楚。老习要在黄海玩火，这可是跟小金谋划如何演戏骗美国、骗家里老家伙的绝密阴谋。保不齐这边刚挂电话，中南海元老们的桌上就放着录音带了。他只有自己飞过去，关起门来，在最隔绝电子信号的地下室里，才能跟金正恩把细节敲定。最疯狂的一点是，他是去和金正恩对暗号定时间的。等家里那帮老家伙开5中全会要逼我交班的那天，你在黄海给我打几炮。只要东北亚的枪声一响，老习在北京就能理直气壮地宣布国家进入临战状态，为了大局，交班计划作废，5中全会延期。这就叫把朝鲜的核按钮借过来，当成他对抗元老们的防弹衣。对老习来说，不走出这一步就是慢性死亡，而跨出这一步去平壤，虽然是在高空走钢丝，随时可能被政变，但只要跟金正恩把这出戏给演成了，他就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管台上的政客们怎么折腾，
咱们普通老百姓在这乱世和高压之下，最要紧的是得先保全好自己的身体，留得青山在，守住自己的元气。过去很多人觉得吃人参容易上火燥热，但普瑞堂的玄宝黑参不一样，它传承的是古法工艺，补而不燥，能够从根本上重启你的生命力，是你挑战高压、挑战寒冷、补充精气神最坚实的后盾。现在点击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链接，或者直接登录普瑞堂网站，结账的时候输入咱们的专属优惠码 GF， 就能享受全球免运费。而且只要购满500美元，还会额外加码赠送一根玄宝黑参，多买多送，每一份购买也都是对咱们节目最实质的支持。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好，广告之后咱们言归正传。既然前台的涉外火药桶快爆了，后台的元老们就不得不对习近平的另外一个基本盘烂透了的军工神话局痛下杀手了。最近中共军工和学术圈子再次炸开，第一个诡异的事是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顶级大院士、两院泰斗方岱宁。这人其实早在2026年2月底去南非开会的时候就突发意外死了。按理说副部级待遇的大科学家因公在国外没了，3天内就该走程序发讣告，可这死讯硬是被中南海死死捂了快3个月，直到5月中旬，中科院才贼头贼脑的在官网上登了个100来字的极其低调的讣告。人死都死了，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公布？这可不是什么办事效率低，说白了是高层为了这100来个字的讣告怎么写，底下吵翻了天。老习想搞高超音速武器，批了大量的军费给了方大科学家，拿了这笔巨款，方岱宁本该去买最好的原材料，但他和手下那帮分包商军工利益链动了歪心思，他们可能只花了20%就搞出来了，拍了几张好看的照片视频，剩下的80%全被他们偷偷分掉存到国外去了。结果老习一直以为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搞好了，天天在外面吹牛。可就在这个时候，方岱宁突然在国外得病死了，这下底下的相关人员全吓尿了，拿了那么多军费，现在总负责人死了，上面要来查账，怎么办？怎么交差？以前有方岱宁这个顶尖专家在前面撑着写假报告，现在大伞没了，窟窿太大了，根本堵不上。那为什么连讣告都不敢发呢？因为讣告只要一发就得给方岱宁定性。如果讣告上大肆表扬他，说方岱宁生前成功完成高超音速导弹任务，居功至伟，老习和查账的元老们就会说太好了，那咱们把高超音速导弹拿出来试一试，把剩余的资金结清，这一下就全露馅了。如果讣告写得很含糊，甚至想把责任推给死人，那底下的这帮人就会人人自危，觉得大老板要动手了。为了不当替死鬼，这帮人可能会抢先爆料，甚至带着账本叛逃。所以这3个月里，方大包工头虽然已经死了，但中南海军方和他的家属天天关起门来在办公室里吵架。这一大笔钱的假账到底该怎么做？讣告上的每一个字该怎么编，才能既不让老习起疑心，又不会把底下一大票贪官给逼反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死讯硬是捂了3个月才敢公布纸糊的军工神话和几千亿被分掉的军费黑账。现在因为方岱宁的死快要彻底捂不住了。就在官方为方岱宁的死因怎么包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5月21日中纪委啪的一声把又一个顶级大院士给当场拿下了。这就是中南大学的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张尧学可不是一般人，他顶着清华教授、教育部司长、透明计算国家1等奖得主的名头，属于高校学术圈里教父级别的人物。这回被双开，中纪委的话说的极其难听，靠着选干部、评院士、发荣誉大肆收钱，助长学术腐败。这就是捡裙边，直接捡到了老习最在意的军工科研神话上。抓张尧学就是在当众砸老习的科技强国招牌。现在这把火在整个科研和军工圈里已经烧成一片了。像中国航发的原董事长曹建国、雷达大专家吴万清、
火箭军的装备专家肖龙旭前前后后至少有10个敏感大院士，在极短时间里，要么在官方名单里被悄悄除名，要么人直接蒸发了。这些人手底下的项目全都是拿着千亿万亿的军费，说要造核潜艇，造高超音速导弹，造新雷达。现在元老们要查账了，来把你造的东西拉出来溜溜，眼看纸包不住火怎么办？有的人知道项目彻底完蛋兜不住了，有的人知道账本一查自己就是替罪羊。于是这帮所谓的顶级科学家在巨大的恐惧之下开始畏罪自毁，有人突然病逝，有人互相撕咬，有人主动断线。老习还指望着靠这些 PPT 导弹在北方摸火，跟美日韩叫板。可现在后台的元老们冷笑一声，已经把他的台子给彻底拆塌了。过去老习能把全党治得服服帖帖，靠的就是选择性反腐，谁不听话他就查谁。而帮他盯着全党，当他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是中纪委副书记肖培。肖培这人掌握着全党的反腐风向和舆论调子，可以说是老习监视百官吓唬人的一双眼睛。到了2026年，肖培正好65岁，卡在了退休的敏感关口。这时候关于他出事失事的传闻在官场里传得满天飞，不仅眼睛开始不好使，老习手里的刀把子政法委也被人给死死按住了。就在4月中旬，中央第3巡视组突然推门进去了。政法委那是管着全国公安、法院、检察院的总开关，可以说是中共最核心的枪套子。现在中共的纪律权可是掌握在元老派的手里，所以说巡视组进驻这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平时威风八面的，那天在动员会上也只能老老实实坐那儿表态，一定全力配合。结果巡视组刚进场1个月，政法系统的大案就成批往外冒了。5月21日，黑龙江省原公安厅厅长毕保文被正式双开。中纪委通报他的词儿非常严厉，说他执法犯法，把公安权力当成了私人分肥的工具。人话就是他管着警察，却带头收黑钱，帮人捞人，包揽工程，把警察局开成了他个人的抢钱公司。毕保文以前是在黑龙江干的，大家都知道黑龙江是习派大佬栗战书长期经营的老地盘。虽然毕保文和栗战书不一定是直接的上下级，但这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栗战书黑龙江的政治自留地上。这时候最尴尬的就是公安部部长老习的铁杆心腹王小洪。就在5月18日，王小洪还风风光光地去了哈萨克斯坦开会。电视新闻里，他依然跟外国内务部长握手合影，看着权力稳如泰山。但私底下呢，他自己的公安部和政法系统老巢，1个月前就被巡视组给抄家式地盘点了。这次放他出国，也是派了中纪委的人跟着他。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老习发现自己身边那些冲锋陷阵的兵手里握着的枪已经全被别人给缴了械。台面上他还在忙着给普京和川普铺红毯，可一回头，自己的贴身眼线要退休，公安部长被套上了绳子，这红毯铺得再长，他屁股底下的椅子也只剩下最后一条腿在苦苦撑着了。好了，今天这出中南海的权力剧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您要是觉得今天听得还过瘾，窗户纸给捅得够透亮，别忘了在屏幕下面随手点个赞，订阅一下咱们的频道，再把那只小铃铛给它摇起来。咱们这个地方天天就着茶水跟您一起冷眼盘点这些台前幕后的真假。您对老习这趟平壤之行怎么看？王小洪脖子上的那根绳子最后到底会被谁给死死勒紧？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您的每一个点赞，每一次订阅，都是咱们能坚持把这些大实话一直说下去的最硬支撑。好嘞，咱们下期节目接着不见不散。